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 NCLEX 考试它的典型题型还有咱们的解题思路。其实 NCLEX 考试它里边的题型呢，如果要细分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题型。那么尤其是在出了这个 NGN 就是 Next Generation NCLEX 这个之后咱们这个考试就感觉它的题型就更加多变一些就是除了所谓的单选题、多选题，它还有很多并例的题。并例的题呢，这种就是主要是 NGN 它的出题方式也比较多。一般呢，多数情况下它是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情景那么比如说一个病人是大概什么情况来到你这儿了，然后你可能需要给他有一些 assessment， 对吧？然后有一些这个 action然后你要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它的诊断最可能是哪一个包括它的检查有哪些需要follow up包括有哪些情况发生可能对他来讲很危险包括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大多数 NGN 的题它可能不是说像单选题或者多选题就一道，它呢可能是连续几问都是根据一个共同的题干，然后这个问评估，下一个问诊断，下一个可能问采取哪个措施，下一个可能问哪些需要咱们是 expect， 哪些需要是马上向这个医生去报告就类似这种。那么今天咱们提出的呢，其实我就是给大家拿几个最典型的这个题跟大家一块儿来主要是熟悉一下看看它的出题的方式，然后它出题的难度客观的讲呢，今天我给大家提供的这几个例题它都不是，首先它不是真题但是呢，它和咱们的 NCLEX 考试题的难度基本接近当然呢，它不属于特别难的也不属于特别容易的，这基本就属于一般情况下的难度也就是说咱们考试里边可能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它的难度当然呢，其实这个难度因人而异，是吧？这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这个感觉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咱们看第一道题它叫做 Question One Multiple Choice所以 Multiple Choice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单选题单选题呢，也就是说从 A、B、C、D 这4个选项里，咱们只有一个是咱们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选项只选一个，这就是 multiple choice 咱们一块儿看一下这道题说一个护士正在给一个40岁的女性患者来进行这种教育她这个患者是得了这叫 SLE 对吧？那么首先呢，其实咱们从这儿就这句话咱们要获得的信息咱们虽然一边是在看它的题型，其实咱们一边也是在摸索咱们怎么去解题它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怎么让咱们的思路非常清晰这样让咱们能够准确而且很快速找到它这个关键点首先我们一看诊断出来了，是吧 ？SLE 是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对吧？这是一个风湿免疫病和免疫有关的。那么这是一个40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所谓年龄性别千万不要忽略。那么我发现，比如说咱们在做某些其他一些系统的练习题的时候呢，可能那些题里边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说它的年龄和性别大家如果有做过、有遇到过，就会知道我在说哪些这个他这个出一道题呢，不告诉你这个患者他是男的是女的这些他不说，也不说这个患者的年龄直接上来就说症状是什么说一个患者来急诊室了，什么肚子疼什么样的。你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就是说他的病史提供其实有很大的缺陷那么在咱们的 NCLEX 考试里边，一般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他出的题一般都会告诉你患者的基本情况、年龄和性别其实这2个因素对于咱们鉴别诊断对于咱们去进行下一步的思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你不说年龄性别，很多病那都混在一起考，对吧？
那又是儿科又是妇科，这个你是男的女的，这得病什么的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在真正考 NCLEX 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说养成一个习惯了，直接年龄性别就忽略了啊，直接看症状，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首先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中年女性啊，然后呢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风湿免疫病啊，那么她呢还怎么样呢？有一个什么强地松啊 prednisone 啊，有一个新开的一个药啊，这个 prednisone 大家其实从这个后缀 SONE 啊，你就算不认识这个词，但是如果你看到它后边是 SONE 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和什么有关啊，这个是和糖皮质激素啊，或者叫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是这一类药。那么除了 SONE 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后缀 SOLONG 啊，它这个是变成什么呢？有那个 long 为结尾啊。我们其实中文一般翻译成什么强地松和强地松龙啊，大家有点印象啊。除了 song 还有这 SOLONG 啊，这其实遇到这种后缀都和糖皮质激素有关啊。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处方，对吧？因为它风湿免疫病嘛，它实际上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免疫系统功能太强啊。大家这个 SLE 应该是知道的，它是咱们学习的重点之一啊。那么，由于它是一种免疫系统功能过强，这种现象呢，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呀？自身抗体对自身的抗原进行一个攻击啊，这个叫做自身免疫啊，把自己正常的这些细胞啊，当做了异常的这种病态的或者是外来的细胞，它进行攻击啊，从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然后他往下说啊，问你哪一个这个患者的叙述是需要什么 need further education。那么大家一看到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要留神，它是让你选一个错误的陈述啊。那么有的时候咱们做题可能着急，或者说可能太关注于它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重点内容，而忽略了它最后让你选对的还是选错的啊，这个就很可惜哈。如果因为这个你选错了的话，所以呢，首先呢，大家要清楚，它这道题是让你选一个错误的陈述，对吧？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啊。所以呢，咱们从下边 A、B、C、D 里选四个里边选一个错误的哈。第一个他说什么呢 ？A 说我需要穿这种长袖的衣服啊，如果在太阳底下外出的时候，这个是对的啊，因为 SLE 的患者他有这种对光线的过敏反应啊，就是日光直接照射的话，他皮肤会发红，会有各种疹子啊，这个是对的。第二个 B 说我会避免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是吧？这个呢也是考大家什么呀？这种自身免疫是吧？它的免疫系统有问题，免疫系统有问题，同时还怎么样？吃着糖皮质激素，那么一旦吃上糖皮质激素，它会抑制咱们的免疫系统功能，是吧？就把你那个原来相对过强的免疫系统功能进行抑制啊，让它相对的低下。所以这个题呢，它在这个 B 选项就是考了大家这个 prednisone 它的不良反应啊之一啊，就是这个会抑制免疫系统啊，从而导致感染。所以这个 B 也是对的啊，不能去人多的地儿。那么再稍微多提一句啊，这个 prednisone 啊，这个药的不良反应，其实和咱们什么在学内分泌的时候有一个疾病啊，叫 Cushing disease 啊，那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原因啊，就是体内的糖皮质激素过多啊。当然它这个是用药用的，那个是自身分泌的，是吧？那么不管哪个原因啊，只要你糖皮质激素太多，后边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大家都要记住哈，那些重点的啊，什么皮肤紫纹呐，什么这个什么多毛啊，是吧？什么高钠啊，这个高糖、低钾啊，这个低钙啊，这个包括向心性肥胖啊、满月脸、水牛背，是吧？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免疫系统功能减弱啊，这个骨质疏松、胃溃疡啊，这个男性的性功能减退、女性月经紊乱啊，就一系列这些，大家尽量的多记一点啊。那么 C 选项啊，说我要怎么样每天早晨吃这个药，这个题其实出的这个是
对的啊，这个是对的。为什么要每天早上吃？这道题就稍微难一点，这个选项啊，它是说，因为人他考的你其实这个是稍微深一点的，就是说人体的这个肾上腺皮质它的分泌啊是有这么一个高峰期的，就在上午，所以它在上午吃，实际上是模拟咱们人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上午吃。然后最后一个说这个布洛芬啊，用于什么关节疼痛啊，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是吧？因为刚才咱提到过啊，吃强力松它有一个不良反应就是什么胃溃疡啊，你再吃上布洛芬的话，那它胃溃疡可能会这种风险就会增高啊，所以咱们选 D 啊。这就是第一个单选题。好，咱们看第二个啊 ，multiple response 啊 ，multiple response 就是咱们所谓的多选题啊，就是从这下边选项里把所有对的都选出来啊。咱们再看这题啊，说一个40岁男性患者啊是有什么哮喘是吧？现在正有什么 shortness of breath 啊，5分钟之前刚刚发生了一个急性的哮喘发作。那么可以听见什么？就是耳朵听都听得见的 wheezing 啊，这就很明显了。所以是一个典型的急性哮喘发作。然后它的问题呢是问哪一个药现在就应该给，对吧？那么 A 选项 albuterol 这毫无疑问啊，这只要是哮喘急性发作，首选用药就是 albuterol 沙丁胺醇啊，这没问题。第二个 terbutaline， 特布他林呢，这个就稍微要难一点，因为咱们学习的时候可能太强调沙丁胺醇 albuterol， 而有一些忽略这个特布他林。特布他林其实也是一个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啊，和 albuterol 是类似的，所以这两个药其实都可以选择啊。那么它们的机制都是一样的。另外呢，特布他林还可以用于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对于子宫啊，它也有这种松弛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在产科啊、保胎啊什么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这个使用啊。那么当然呢，在哮喘的时候，这两个药都有这种鼻吸入剂啊，这是最快的啊，就是那种就是或者口腔含住往里吸的那种啊，都可以。那么第三个Montelukast 啊，孟鲁斯特钠，Montelukast 的它呢是一个叫做就是肥大细胞的调节剂啊，因为它释放一些什么组胺啊，什么这些炎性介质啊，导致这种哮喘发作。那么这个药呢，一般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急性期吃是没有用的啊。那么你现在正急性发作，你现在吃这个药是一个药片儿啊，吃去也没用啊。这个药是一个慢性的发挥它的效果，每天晚上吃啊。这个还特殊一点啊，它是每天临睡前再吃啊。这个呢，对于急性发作没有效果。再看 D 啊 ，Somatro 啊，沙美特罗呢，这个是一个什么长效的啊？这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啊，所以呢，对于长效的，大家也知道，咱们一提长效，比如说长效胰岛素、长效的这个什么贝塔受体激动剂啊，它发挥作用都会怎么样？比较持久，但是起效呢都比较缓慢啊，所以这个现在急性发作期咱们也不太适合用这个啊。那么第五个这个 E 啊，氟替卡松。哎，刚才咱们那个题里就有一个宋，对吧？这一看又是宋啊！你就算不知道这个药，不认识这个词，但你一见 SONE 的后缀，你就大概知道糖皮质激素啊。糖皮质激素现在能不能用啊？其实是可以用的啊。那么当然它不作为首选，但是在你只要是吸入这个 albuterol 以后，其实就可以用糖皮质激素啊，因为糖皮质激素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抑制咱们炎性反应的这么一个药物。啊，你急性期呢，只要是吸入这个贝塔受体激动剂了，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氟替卡松啊，那么抑制它这个炎性反应，从而来抑制这个哮喘的急性发作。当然，它没有 albuterol 或者特布他林那么快，但是呢也可以啊。最后 epinephrine 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素大家要知道啊，其实它对于哮喘也是有作用，而且作用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一般咱们在临床上，它只适用于一种啊，哪一种呢？就是像这种非常严重的过敏性休克那一种啊，比如说有严重的啊这种花粉过敏，然后导致什么血压下降啊、意识丧失，然后这种喉头水肿啊，就像这种，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青霉素过敏，大家可能听说的更多一些啊。青霉素过敏也有这种非常严重的过敏性休克。啊，就是血压一下子就掉下去啊，就很低了，血压非常低，然后心跳也慢，然后这个
同时还喘气儿还喘不上来，这个哮喘就是这种支气管痉挛、喉头水肿非常严重，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叫做速发型超敏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用肾上腺素就特别好肾上腺素呢可以激动肾上腺素能的阿尔法受体和贝塔受体，那么它激动阿尔法受体以后呢，可以促进咱们大血管的收缩大血管一收缩，你想想是不是血压就能上来？然后呢，它还激动贝塔受体，那么激动贝塔1受体呢，会加强心脏的收缩，同时加强心率就是让心脏收缩的劲儿又大了，跳得还快了，是吧？所以这个对于抗休克都非常有效，非常有针对性。那么激动贝塔2受体呢，可以怎么样？放松支气管平滑肌让气管畅通。所以呢，epinephrine不是不能用于哮喘，但是呢，现在用它有点过头它一般只适用于那种过敏性休克导致的这种速发型超敏反应，就是那种非常严重的哮喘。那个呢，咱们给药呢是用叫 EpiPen 类似钢笔一样的一个注射器，这种病人一般身上都带一个标志可能手腕上或者哪儿带一个牌子就是说我有这种过敏性休克，然后兜里哪个兜里可能有这个 EpiPen， 然后拿出来直接拔掉针头不就是拔掉那个保护针头的那个盖儿，直接往大腿外侧这个肌肉这儿中段外侧扎进去打进去必须要非常快，不用说有什么脱裤子有消毒什么来不及你这马上隔着裤子就直接往里扎打进去因为这个时候争分夺秒，你晚个几分钟这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早几分钟这个病人就被你成功的抢救过来了好，这是第二个题那么最后呢，咱们看一个这 case study 这个题会复杂一点它是咱们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NGN 的考题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共同的题干这个 client history 说一个19岁的一个病人是吧，到达了什么 emergency department， 从这个咱们就知道，虽然他没说男女但是呢，他告诉你这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是来的急诊室是吧，还是什么因为什么肚子疼对吧？所以大概这几个咱们知道了这就能大概描绘出来一个现象，这一个情景一个年轻人捂着肚子就来到急诊了，然后这个肚子疼呢是怎么样？从脐周开始对吧？12小时之前就开始肚脐周围疼先是脐周疼，然后呢转移到了右下腹大家一看右下腹是不是马上想到阑尾炎？必须马上想到阑尾炎他没说男女，这是个缺陷这道题但是如果是男的，那基本上阑尾炎差不多90%定下来了但如果是女性那还不行你要排除这种宫外孕破裂出血才行。所以呢，其实从到目前为止的信息，其实大家心里就应该知道诊断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他既然没说性别，咱们现在就说有可能是什么阑尾炎。第一诊断阑尾炎急性阑尾炎，第二诊断宫外孕破裂。然后咱们再往下看说这个病人呢是怎么样？有恶心呕吐是吧？食欲减退没说呕吐说有恶心和食欲减退，这是一个消化道症状。那如果宫外孕的话，一般没有，对吧？所以还是胃肠道阑尾炎可能性最大。而且阑尾炎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它只是在右下腹疼，这个题出的其实就是最典型、最经典的阑尾炎的疼痛方式叫做转移性右下腹痛从脐周转移到右下腹，固定在右下腹然后 vital signs 有低热38度2是吧？心率稍微快一点102，呼吸20基本正常，然后 BP 呢正常氧饱和度正常，疼痛6分，10分的话它是6分就是中度疼痛。然后实验室呢，我们看有白细胞18000了，是吧？中性粒胞90%了。看到这基本上急性细菌性感染基本定了你要说是宫外孕什么这可能性就不太大了白细胞这么高是吧？正常值4000到10000，它18000了。中性粒胞分类正常值50到70，它90了，所以是个典型的急性细菌性感染表现血红蛋白没什么问题，血小板没什么问题。好，我们看第一个他问你说让什么 highlight the findings that are most consistent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就是说哪一个是什么和急性阑尾炎最密切相关，最支持符合这个诊断的，让咱们标注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叫什么？脐周疼痛，而且转移到右下腹，这没问题吧？咱们刚说过转移性右下腹痛是急性阑尾炎最经典的疼痛方式。
第二个呢说什么右下腹的这种反跳动，这也没问题啊，典型表现。第三个是什么？肠鸣音减弱。大家想一想，急性炎症的时候，这个炎症会怎么样？刺激胃肠道蠕动啊，刺激腹膜，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什么？肠蠕动增加啊，所以这个不选。那么这个是什么？低热是吧？低热咱说了，这个符合阑尾炎，对吧？阑尾炎嘛，它有这种炎症，所以它会有一些这种炎性因子啊，释放了一些什么细菌啊，什么它入血了啊，这有可能导致低热。那么然后疼痛呢是吃饭啊进食可以怎么样让疼痛缓解？这个肯定不是阑尾炎了，对吧？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症状啊？大家如果要是知道的话，咱们其实马上就应该想到十二指肠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是咱们消化性溃疡 （peptic ulcer） 里边两大类，一个是胃溃疡啊 （gastric ulcer），一个是十二指肠溃疡啊。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什么空腹疼痛啊，餐后缓解。胃溃疡的典型表现是什么？餐后痛啊，所以这个是两者在临床症状上区别。那么他出这个实际上是考你啊，知道不知道啊？是吧？这个其实是说的和阑尾炎没关系啊，这说的是十二指肠溃疡啊 duodenal 啊，这个 ulcer 啊，然后 nausea 这没问题哈，胃肠道的表现啊，所以这个题呢，我们说哪些应该标出来？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然后第四个啊，然后呢这个 nausea 啊，选这四个。然后看这个第二题哈，叫 matrix grid， 这个就是打勾题哈。这个说每一个评估的发现呢，来看他们是 expected 呢，还是你必须要引起重视的，对吧？对于阑尾炎来讲。第一个，我们看升高的白细胞啊，这肯定是 expected 的，急性阑尾炎的白细胞就是高啊。第二个呢，说腹部疼痛突然间消失，这大家这做题做的多了都知道啊，它指的是什么？这指的是阑尾穿孔。那么当阑尾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啊，里边炎症聚集物太多了，压力一升高，同时呢，对于这个阑尾这个肠壁啊有一定的侵蚀作用、破坏作用。所以就会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段突然一下破了，啊，那么破了以后呢，它这种阑尾里边压力下降啊，疼痛就会突然缓解，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当它突然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要知道，阑尾已经破了穿孔了啊，里边的内容物啊、肠液啊，包括它的粪便啊，这些各种细菌混合物，全都进入腹腔，导致腹膜炎，所以这个是必须要 concerning 的啊，这个意味着什么？它马上要发展起来腹膜炎了。那么它这种疼痛的缓解只是暂时性的啊，过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可能全腹都会疼啊。然后第三个这个 guarding of abdomen 啊，这个腹肌的这种保卫吧，或者叫腹肌紧张吧，这是 expected 的啊，这没问题。然后说这个固定的右下腹疼痛，这也是 expected 的，没问题。最后这个叫什么？非常坚硬的板状腹啊，这也是 concern。这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因为这个意味着什么呀？整个肚子的这腹肌都紧张像木板一样，意味着已经是全腹的腹膜炎了。也就是说，阑尾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穿孔了啊。那么再看第三个题啊，它这个叫什么 multiple response 了啊，又是一个多选题啊。说下面哪一个这个护理的干预措施啊，对于它很合适啊？把所有的都选出来。第一个 NPO 啊，基本上啊所有的胃肠道。啊，这种疾病，尤其是什么急诊的，不管是内科疾病还是外科疾病啊，大多数都需要 NPO 啊，就是不能吃不能喝。那么尤其是外科病啊，为什么尤其是外科病啊？你内科呢还相对好一点啊，外科疾病就是需要什么准备马上可能要做手术的急诊手术的，你如果再让病人吃饭喝水啊，那么他的手术恐怕就不能做了。啊，你还得往后拖，为什么呀？你一全麻什么麻醉，它这个东西容易往上反，容易误吸，导致窒息，那很危险要命的事儿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算是急诊手术，也要保证距离最后一次吃东西或者喝水要4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呢才麻醉的这种风险才能下降，否则的话，你万一误吸的话，你术中窒息了，那要命的事儿啊！
所以基本上对于所有急诊的外科啊需要考虑手术的患者，我们都要 NPO 的。你不管他是什么这种胃溃疡穿孔啊、急性阑尾炎穿孔啊、什么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啊，都 NPO 啊。然后呢，第二个说什么这个腹部加热这种啊，一个 heating pad， 这个呢大家见过吗？啊，或者凭自己的经历想一想，有没有说去急诊说你阑尾炎，然后给你让肚子上糊个什么东西热毛巾的？没有啊，这听着就不太可行这个事儿啊，没有这个事儿啊。而且你就从理论讲，它本身是个急性炎症，是吧？你还给它加热，这不促进它的炎症扩散嘛，是吧？然后第三个说给这个静脉输液啊，这没问题啊，而且是有医生处方的静脉输液，这肯定是需要的啊。那么这静脉输液补液，对吧？这个病人有恶心，他肯定食欲不好，你还不能让他吃饭喝水，对吧？你也不能让他等待手术过程中脱水休克了，所以呢，静脉输液啊，这是没问题的。第四个，抗生素啊，不是抗生素，止疼药啊，止疼药也没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你诊断明确以后啊，可以给止疼药。但是呢，其实大家我多说一句啊，其实咱们理论上你是可以给止疼药，但是呢，在临床上，尤其是急诊的情况下，你诊断不确定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随意给这种非常强的止疼药，比如说吗啡类的啊，这个什么这个杜冷丁啊，这个芬太尼呀，就这些啊。那么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掩盖症状啊，这个你诊断还不太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阑尾炎啊，还是肠炎啊，或者什么。然后这病人就说疼，你马上给非常强的止疼药，一针吗啡打下去啊，芬太尼打下去，杜冷丁什么这些都，这是什么羟考酮，就这些，反正都只要是用了不疼了，突然在某一时刻它里边穿孔了啊，这一下子整个全腹就变成腹膜炎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这是在我们临床上急诊外科的禁忌之一啊，除非你诊断非常明确，马上已经安排好手术了，可以啊，你不只是限于腹部手术啊，你比如这个病人脑袋啊头外伤车祸撞伤了，现在头疼的厉害，你说非得给止疼药，给完是不疼了，是吧？3分钟以后这病人昏迷不醒了，你就很多的问题这些啊，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它掩盖症状，病人脑疝了你都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如果做题的话呢，止疼药啊，他也没说那么多，咱们就给，是吧？那么最后说这个什么鼓励病人去下地走路来缓解疼痛，这听起来就不现实，对吧？那病人疼痛6分，腹肌紧张，你让他下地走路啊，这不可能的。然后再看这个Question 4啊，胞胎、领结或者叫蝴蝶体，为什么叫蝴蝶体啊？你看它是3个内容啊，让你去在里边选各自的合适的选项。那么中间这一个一般都是只有一个选项让你选啊，而两边这个一般都是比较多的啊，会有2个或者更多的选项你可以选。那么中间这3个里边基本只有一个是对的啊。那么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中间这个比较细比较小啊，两边这个选的比较多就比较沉重，是吧？这就像一个蝴蝶一样，是吧？身子比较细小，两边翅膀比较大，所以我们就习惯通俗的称它为蝴蝶体。只要是做蝴蝶体，大家要知道啊，第一个先把中间这类解决掉啊，除非你怎么看不出来它的诊断，那你就没办法，就选吧，是吧？你就挨个选吧，你觉得哪个就哪个。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是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一定先把这个中间蝴蝶这个身子一定要做出来啊，只有把它给搞清楚了，做对了，你后边都迎刃而解啊。你他选错了，那后边就整个全错。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诊断，首先说阑尾炎胰腺炎胃穿孔，这没问题了，是吧？肯定是阑尾炎，转移性右下腹痛，发烧lab 也都支持，对吧？然后为什么不是胰腺炎？胰腺炎是哪儿疼啊？中上腹，是吧？深部就是咱们的上腹正中深部向背部放射这种疼痛，那么和它位置就完全不一样。胃穿孔有没有可能？这是需要鉴别的，对吧？但是胃穿孔通常怎么从胃部开始，不是从脐周开始另外这个胃穿孔的病人多数情况下有什么消化性溃疡的病史，对吧？这个病人19岁不太像消化性溃疡一般都是中年人，对吧？那么这10几岁的一小孩得胃溃疡穿孔，这可能性很小，对吧？然后我们再看左边需要采取哪些
为什么要测 APTT 呀？因为它要手术啊。这个其实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咱们专门有一个讲术前术后啊，这种各种准备啊什么的。其中 APTT 必须要查，你只要开刀必须查凝血啊，否则的话你开完刀这一刀下去，这血就出血不止，你根本止不住啊，各种方法都止不住的。这个第二个，准备阑尾切除术，这也没问题啊。然后腹部超声，这也没问题，为什么呀？超声可以看有没有阑尾肿胀啊。有没有阑尾周围的积液呀，是吧？这些都是典型的辅助诊断啊，帮助你确定它是不是有阑尾炎啊。然后 chest X-ray 需要吗？啊，需要照胸片吗？需要啊。所有手术的术前的病人，除非极特殊情况，一律都要照胸片啊，包括心电图，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否则万一他有气胸有什么问题啊，你这个手术时候都不知道，你突然一下子气胸发作了，是吧？里边肺大泡突然破了，导致一个急性气胸，你这边手术还做半截，你说这怎么办？啊，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他比如说有双肺的带叶性肺炎，你会都不知道啊。那么还有什么监测有没有穿孔的体征啊，这都没问题。所以这几个都对啊，这都选。然后咱们看右边说可能的并发症，有没有可能是腹膜炎？当然有，是吧？它穿孔肯定腹膜炎。有没有可能是败血症？当然有啊，它这个细菌急性炎症，白细胞那么高。是吧？这个中性粒细胞90%的以上了，所以这个肯定有这种败血症啊，这表现或者说将来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哮喘？这不可能，这是一个干扰选项。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大叶性肺炎？这个呢，现在不好说，是吧？因为它没有明确的依据，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在咱们做 NCLEX 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宁少勿多啊，你不确定的就不要选啊。所以这个呢，咱们只选前两个，这两个都不选啊。好，那今天呢就把这个一些典型的题型和思路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每道题它有每道题的特点啊，以后有机会呢咱们还可以啊继续的多拿一些例题啊，咱们来一块儿讨论。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呢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